我是今天的主角娃老虎，先祝福大家虎虎生威，虎气冲天啊呜！别看我现在温顺可爱，说话生奶细。我可是世界上平均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，是百胜之王哦。到2022年年底，我们的同学只剩下219只，而且都是在饲养机构里，野外界完全没有了。所以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很可怜？不过，幸好国家对我们的同学保护越来越重视。甚至连我爸爸妈妈谈恋爱都有端了道度。母虎跟公虎，比如说2个笼子哈，我要一个门，还要缝，让他先谈恋爱，让他闻一下气味。然后公虎他很激动，一直转哈，就说明他有点意思。然后你还要拉开来，让他们2个人鼻子对鼻子，这样子就会好一点。如果你看到那个公虎或者母虎突然间要咬他，那就不能给他。今年让他爸爸妈妈2个人合在一起也是很小心，都是第一次，哇，真的很吓人啊！爸爸4岁，妈妈2岁半。从配种成功开始，就是一步步我们小心翼翼的，就是各项营养保证了，能量保证了，到妊娠期就是要生产之前，一定要给他一个私密的空间。好害羞。会段叔叔说的，人家都脸红了。不过就是像段叔叔说的，从我们宿舍开始，段叔叔他们就为我们没日没夜的烧鲜，让我们享受王的待遇。好，像我们平时跟他打招呼，也就是模仿他的叫声。当过妈妈，其实要小孩子喂养其实没那么容易哈，但是你老虎喂养我是觉得是更难。刚开始小老虎，我们是2个小时起来一趟。还不是你都没有时间自己休息的，从前期准备的水温也要控制吼，就跟我们人一样的泡奶，奶粉喂多少称重，那你喂完它之后，你还要给它擦拭，然后再给它玩一下安抚一下，包括它嘴巴也要给它清理一下，再给它放回去，那你后期是不是又要洗奶瓶，然后收拾对不对？包括半夜眯个10几分钟20分钟又得起来了。这位就是我们的虎妈了。16年她进行怀孕，已经8个月了，还帮一只小老虎做形象手术。去年虎妈又在怀孕期间为另外一只老虎做手术，真的好辛苦呀。不过最让段叔叔和虎妈纠结的，还是我们生病的时候，很怕他发烧。印象最深的就是喂得好好的，喂着，他突然不吃了，体温计去量哈，量不出他的体温，他是低体温，然后还以为是体温计坏掉了，慢慢他体温就流失掉，他就是死掉了，就是你救不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心酸。如果夭折在自己手上，心情是非常失落的。我们真的是就是靠了一颗对华南虎这种喜爱的心，去为这个工作的，也没什么加班工资，什么都没有。好不容易他会走了，怎么突然间很快就没了？那种感觉太心酸了。然后突然间就有一次就发烧了，不吃奶，然后会腹泻、拉血，第2天傍晚就不会动了。最后查出来应该是跟球虫性肠炎有关系。然后后面经过我们就是这种针对性的治疗，一步一步的就把它救回来了。然后后面就很健康了，一路就发育挺好的，然后他牙齿也是最早长的。还好我们自己也在努力的长大，毕竟我们是猫科动物。对这些帮助我们长大的些人们，我们会很怜他吗？还会看着机会给他们来一些爱的标记。他故意看到我们的时候，然后屁股会朝我们喷尿，你要关注着他，要不然你就会被他标记，瞬间你就要去洗澡了，因为那个味道实在是很重，那种人工带大特别喜欢，特别坏，导致那个母虎带大不会朝我们这样，我们被标记了好几次，哎呀，那个全身味道受不了。有些小虎，比如说都是我们喂奶喂大的，他妈妈没奶喂他，都是我们喂大的，一直都对我们比较好。他会跟你玩，很喜欢跟你玩，甚至1、2岁了，他还会主动靠到墙壁上蹭网啊，还是这样，他跟你打招呼，很想你进去陪他玩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给
Give us a like for more videos on adorable animals. Do no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